的感慨，自己越不明白。站在圈子外，看谁能都精彩。在这茫茫人海，我该在哪里存在？身上太多刺，却怕被伤害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。努力到了极限，还是输给时间。终于明白，爱的对白，结局是好是坏，把握现在。终于放开了对未来的安排。爱不应该是期待，我们渴望的幸福没离开。对啊，放心吧，这里都是外国人，会有人认得我们的。也有华人啊，你那么肯定？不如我们试试看。嘿，这么巧，你也来墨尔本玩啊？不认得我？我是一鸣啊。买给乐乐。怎么了？可能潜意识里，我还不能接受我有了个儿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当爸爸。我爸在世的时候，他每天忙着工作，所以和他相处的时间很少。他在我14岁时去世，后来我妈接管了他的生意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连妈妈也失去了。原来我们都一样，都很不快乐。我也制造了一个不快乐的孩子。没想过和戴安娜结婚。我都不爱他，怎么结婚？酒能乱性，真的没错。是我害了他们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们绝对不能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你后悔什么？后悔和杰森分手，后悔和杰森接吻，还是和我接吻？都后悔。没想到我们要和小动物在一起，才觉得最自在。因为动物最单纯、最简单。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以那么简单就好了。
我们得的是群众恐惧症。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悲观，黑暗过去，太阳就出来了。我觉得黑暗永远会在。菲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不会是一个人，我会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我真的很累，我已经很久没好好睡一觉了。童玲打你的时候，只有 Cat 和你妹妹在吗？还有童玲的助理和化妆师。我怀疑上载2个视频的都是同一个人。这个人为什么要害我？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就算是得罪了人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珊珊的嫌疑最大。我上次拍戏被泼尿，我觉得是她做的。上载视频也会伤害到童玲，珊珊不会这么做的。更何况庆功宴那天她不在场。是哦，那是林格斯卡在办 party。对了，你妹妹也在林格斯卡 party， 还闹事上了吧？那就只剩下 Cat 了，因为庆功宴和童玲打你的时候，她都在场。Cat 跟我那么久了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助理是最不可以相信的。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只有 Cat 一直陪着我，支持我。她就像我姐妹一样，她不会伤害我的。我的 Jack 是最好的例子，他跟我这么久，我那么信任他，没想到他吃里扒外，原来是我妈的妻子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让我留下来陪你吧。看你这样子，不放心。我没事。那你有什么事，一定要马上通知我。不开心可以找我，千万别闷在心里。赵菲儿，看你能等一到什么时候？爸，
回来啦。做工辛苦吗？不辛苦。那一天你说想吃咖喱饺，我买了3个回来。谢谢爸。哇，好香哦！来，你吃一个。都给你吃的。才不要了，一个人吃很不幸福哎。好了，写剧本的人讲话就是那么令人感动。哇，好好吃哎。哎，这么迟了还在赶稿啊？我现在写分场。什么是分场啊？分场就是在写每一集之前，把各个场合的人事物写成故事大纲，方便以后写剧本。很复杂，我听不懂。让我这样解释吧。分场是这样写的：时间25年前，地点客厅，男主角赵德。啊，我啊，你一个人在客厅喝了好几瓶啤酒，忽然门铃响，你去开门，你看到你离家出走老婆竟然从台湾回来了，你很惊讶，她哀求你说她想见女儿，但你喝了很多酒，起了色心，骗她说女儿就在房间里。妈妈回来了，贝儿。你老婆发现女儿根本就不在家，但已经太迟了。你兽性大起，强奸了她。你老婆哭着从家里跑出去，一个人躲在楼梯口哭。你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啊？我一直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那么讨厌我。是她告诉我的。对不起你妈，也对不起你。你从小被继父欺负，也把你妈害惨了，害到她死不瞑目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我对不起你们。记得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。回到新加坡之后，我们各走各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连累你。菲儿，我说过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我不需要你陪。可是，朋友的定义是，不管顺境逆境，都不离不弃的。我真的不想再闹出任何新闻，就算是在帮我，好吗？请你答应我，
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你的中一名定期澳大利亚对吗？请你回应几句好吗？说一下。接下来告诉你，哪个是你最爱？你和总统你还是朋友吗？君子交往双方，你记得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请你回应一下啊！快点回应！你们不要再逼我姐了，就算她同时喜欢2个男人，那又怎样？2个男人，不要再逼她了，就算没病，也会给他们逼出病来了。我去弄点吃的给你们吧。那些狗仔真的非常厉害，这么隐秘的消息他们都知道。要不然怎么会叫狗仔？因为他们嗅觉灵敏啊。我觉得是有人泄露消息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借着告诉你和我班机的时间，这么隐秘的消息，记者不可能知道的。可能是钟一鸣泄露的呢。他谁都没通知。哎，你干嘛无缘无故冤枉钟一鸣啊？那你干嘛冤枉我？我是不可能会做对不起老板的事啊。最好是这样。董子怀，你干嘛一直针对我？如果你没有做错事的话，干嘛那么生气 Cat， 以后你不用再跟我了。姐，你也怀疑 Cat 吗？那天我看到他拿着手机，好像在……原来是你，是你对吗？拍童林打老板的就是你啊 ！Cat， 你心机好重，你不认也就算了，还反咬我一口。你别再装了，你这个表情！够了。老板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在你最伤心、失意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离开你的时候，只有我一直在你身边支持着你啊！所以，当我知道是你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？为什么你没有方便的能力？他才出现多久，你选择信他不信我，迟早会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到时候你求我来帮你，我都不会回来的。姐，我在网上买些东西给你，要不要看看？爸，啊？刚才姐把 Cat 炒了，为什么？她怀疑是 Cat 出卖她，姐现在非常难过。我去看看他。出我，很开心哈，甜蜜蜜，看你们能甜蜜多久。
童宁，Jason。飞儿，刚从澳大利亚回来。怎么又瘦了？对呀，别太瘦。飞儿，你放心吧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两个都没关系。我知道你是因为走不出来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嗯，我们能理解。飞儿，我们还是 BFF。嗯，Best friends forever。嗯。姐，还在忙？在写剧本。怎么了？又睡不着啊？我们很快就可以合作啦。我的第一偶像终于可以演我写的剧，真是梦想成真。我现在这个状态，写个开心的角色给我吧。姐，你现在的状态也没有很差。你不要去理别人说你什么。我知道他们说你破坏童玲姐的婚姻，说你演技不如小孩子，说你丑，说你憔悴。但你不要去理他们说什么，清者自清。好啦，不要不开心了。我在网上买了个包包给你，你看来看看。还有，上次你跟我说你喜欢这件裙子，我就特地买下来了。姐，看。姐，你很像又瘦了，不要太瘦，上镜不好看的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还要开会呢。晚安。本多咯。本多。嗯。嗨，视频不是我放的。菲儿，你不用再解释。解释，因为我在乎你们。在乎。你吻我老公的时候，你有在乎我的感受？我一次又一次被你伤害，我数不清这是第几次。不过我一直把你当好姐妹，你却把我当白痴。我玩不起你的游戏。I can't。那你梦？所以我求求你，现在是我求你，你放过我们两个了 ，please。原来在你心里，我是这样的人。赵菲儿，你根本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人生最大的错误是相信你。我们以后不再是朋友，见面也不用打招呼。
菲儿知道今天开演员会吗？知道啊，我昨天还提醒他的，他说他一定会来。我打给他吧。可能有什么事情延误了，我出去看看。菲儿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这么迟啊？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进去吧。对不起，迟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担心你忘记了。坐吧。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演员会，《再见甜心》是我们今年的重头剧，监制是 Tom， 故事人是董子怀。虽然这是子怀正式当上故事人的第一部戏，但是我看过部分分场，非常精彩。现在就请子怀跟我们说一下故事吧。《再见甜心》是个都市精装电视剧，女主角杜心田，她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模特儿。她努力为梦想拼搏，就是为了想走上伸展台，但她不惜一切，不择手段。童玲是你的好朋友、好姐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事业，她拒绝了男主角的感情。接下来证明哪个是你最爱的？你们不要再逼我姐了，就算她同时喜欢2个男人，那又怎样？她陷入了低谷，患上厌食症。她觉得自己又丑又肥。我们以后不再是朋友，见面也不用打招呼。终于在压力底下，她得了抑郁症，踏上了不归路，最后不能自救。姐，菲儿，姐，菲儿，你们坐下，我去。喝点东西吧。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？ Miss 关，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角色。我最近的负面新闻太多，会脱离这部戏的。其实很多人知道我找你演这部戏之后，都劝我把你换掉。那好啊，你就把我换掉吧。可惜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找不到第二个赵菲儿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要给唯一的赵菲儿机会。别人愿意给我机会，我也应该给别人机会。我不想再做这么多绝情的事了。如果因为你的负面新闻就给你判死刑，对你很不公平。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，而是赢在转捩点。或许这就是你的转捩点。我看过剧本，子怀设计的杜心田，真的是个非常讨好的角色，遭遇很让人同情。如果你演得好，一定可以赢回观众对你的支持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很怕。怕是拦阻成功的头号敌人。告诉自己，我不怕。
开演员会啊？刚才我看见赵菲儿跑出去啊，她没事吧？吓死人了！刚才他情绪失控，然后就跑出去了。这么 drama， 她是要博同情还是想上头条？名气下降，受不了打击喽。哎，昨天有没有看报纸啊？臭人排行榜她排第1啊，厉害啊！说够了没有？只会说坏话，有没有同理心啊？阿哥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我们开玩笑的吗？禽兽，我们这组开会来这里干嘛？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误闯敌人的阵营。监制，我有急事要先走。哎，不行啊，演员会很重要的，你等一下可以吗？不行啊，我儿子主治医生从美国来了，我得马上去医院。对不起啊。哎，哎，你们这个演员会议很特别嘞，没有女主角，没有男主角，连老板也跑掉了。不过 OK 啦，有一个才华洋溢、聪明伶俐的故事人作证，还好啦。哎，你们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探子哦，我来这里呢，只是要给敌军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，祝你们收视长虹。喂，哎，大记者啊，爆料啊，有关钟一鸣和赵菲儿的。高的安德森来了，为什么不早通知我？不想影响你拍戏。医生怎么说？他说乐乐要做肝脏移植手术。用我的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乐乐是我的儿子，我有责任救他。你先办出院手续。你要让乐乐出院，为什么？跟我来。你真的是武则天，你想一手遮天到多久啊？一直到你长大为止啊！妈咪，我已经长大了。你为了一时之快有了乐乐，你这叫长大？我真的很后悔啊！支持你在娱乐圈发展。你支持我？但我知道，我所有的成就都是你在背后安排的。我受的打击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你惹了多少祸，都是我帮你摆平的？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在娱乐圈待那么久呢？总之，你不尊重我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的梦想是想出名，还是真的想演戏？当然是想演戏啦。在你的眼里，我是一个窝囊废，什么事都不会做，所以一切都需要你的安排。你让我在别人面前风光，还不是为了你的事业？你怕我丢集团的脸，怕我丢你的脸，你从来就没放过手。我就像是你手中的傀儡，被你拉来拉去，一点决定权都没有。你想决定什么？我决定不让乐乐出院。我已经请了24小时的护士，医生每天会来家里2次，而且乐乐检验一切都做好了，就在家里休养，对你对他都好，为什么你要反对？我跟医生商量好了，待会你跟戴安娜还有乐乐从秘密通道出院，就这么决定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现在不宜曝光啊！你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医院门口这么多的记者。我是艺人，不是犯人。为什么我的孩子见不得光？我要我的儿子出院时像个人，不必偷偷摸摸的。好，这次就听你的，要不然你又会说我是武则天，不尊重你。钟一鸣，请问那个小孩的状况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吗？钟太太，
会害怕吗？为了乐乐，我不怕。你是个好妈妈，你也是个好妈妈。我是个失败的妈妈。一鸣在贝利里叫我武则天，你知道吗？武则天最出名的是霸气。我的企业管理层面都是男人，男人潜意识都是瞧不起女人的。如果我不用一点威严跟手段，根本管不住人。我听说，一鸣爸爸生前经营的是一家小公司，是你接管以后，才把它发展成上市公司的。把企业发扬光大是他的遗愿，我不能让他失望。只是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。我为了事业，我忽略了一鸣。一直以来，我只能用金钱满足他所需要的一切。我知道我欠他很多，我只能保护他，不让他受挫折，不让他伤心。没想到到头来，最伤他的新人居然是我。他骂我骂得对，我有什么权利阻止他追求他的梦想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演的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他，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。他演的真的演的怎么样？说，演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，妈咪，我迟早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儿子，到有一天你不把自己当明星，而把自己当演员的话，你的戏就到位了。杜新田3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很饿很饿。他翻找垃圾桶寻找食物。忽然，新田听到父亲的声音：“新田，我找了你好久，回家吧。”你有病啊！我带你去陪学校吧，我是爸爸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新田突然醒悟过来，认出是他的爸爸。爸，你起来！你起来了！新田万念俱灰，决定自杀了结悲惨的日子。新田看到地上有玻璃碎片，精神失常的慢慢举起，对着自己的心脏。为什么写这样的戏给我？姐，吓到我了，我写的正投入呢。如果你不喜欢我写的剧本，我可以改。可以改吗？可以。可是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改剧本的话，大家一定会乱想。如果传出去的话，记者又会乱报道了。你没有看报纸吗？记者爆出你在演员会失控的事。他们怎么知道？一定是禽兽。你走之后，他就跑进来幸灾乐祸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不舒服？像今天早上要发作了是吗？我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姐，我没事。你真的没事吗？姐。
吧。啊，不行了，我投降了。很少有女生打到像你这么好的。闭关了这么久，死了很多脑细胞哎。剧本写完了，总算大功告成。恭喜你。就3个字哦。那外加一顿大餐和一瓶1982年的法国红酒，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喝点水嘛。有些事情不马上做是会后悔的。我董子怀是绝不会让自己后悔的。有些事情确实应该早点解决。知道了还慢吞吞。需要时机。拜托，时机是自己创造的，好不好？反正我是不会过他那组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做节目，我们晚上再谈 ，OK？ 拜拜。谢神南，我一直以为最了解我的人应该是你，原来不是。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是吗？你们都一样，把我看成一个那么糟糕的人。不是我们把你看成是一个糟糕的人，而是你自己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人。你就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。记得以前，你为了要搏出位，为了让大家认识你，你揭自己的伤疤，让你爸千夫所指。还记得吗？有一次上节目，我千方百计找了一双新鞋给你，你就是不要穿，要穿一双破鞋上节目。这些事情，我本来已经忘记了，是因为这次这件事情，我才想起来你对我的感情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会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。我真的很卑鄙，连我最亲的朋友都说我卑鄙。我不是你的朋友。敢有你这样的朋友？狠狠的爱，才不会改。多少个黑夜里找不到你，失去的爱，找不到。不敢当我的朋友。当时这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盼望。走啊！不要拉着我，跟你讲不啦！我会报警抓你们的。国外多少艺人就是因为他，从天王偶像变到没有人敢碰的落魄艺人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他们来了，怎么办？万一有什么事情，就说毒品是妈咪的，说是我的。你这么做只是想让自己心里好过，只是想弥补你的过错。因为我自私，因为我不是个好妈妈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试过那么恨我自己。你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惩罚自己？你又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要惩罚自己？是我害死他们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要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演员去做这么危险的动作，是我的疏忽。一起过去新的电视台吧。我卖了伤，你演戏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你想把他逼到走投无路才甘心吗？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赵飞啊？你们逼我也没有用，我不演了。拿出你的本事去圆你的梦。明星梦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更重要的是赵菲尔。